美国第一预言家预言2024年，称亚洲最大火山将要喷发，俄乌即将熄火。此人曾是美国前总统的御用女顾问，多次言中世界大事件，他到底有何本领？他的预言又真的可信吗？新来的朋友可以点个关注，带您了解更多精彩内容。美国前总统里根身边有一名奇特的女性贴身顾问，她并非美国政客，也不是商界精英，当然也不是女保镖或者什么智库专家。但是每当里根有什么难以抉择的问题，或者无法看清未来方向的时候，里根总会向这位女顾问请教。实际上，虽然是贴身顾问，但里根只是他的客户之一。此人并不专为里根服务，很多人或许听过他的名字，他就是被称为美国第一通灵师的琼·奎格利。奎格利出生于美国费城，不过出生后的很长一段时间，奎格利都被视为缺陷儿童，因为他一直不会说话，看起来呆呆的，总是盯着夜空，一看就是1-2个小时。直到奎格利9岁那年，他再次看了2个小时的夜空后，突然对父母说话了。奎格利突然开口，让他的父母又惊又喜。然而奎格利说的那句话却让他们感到十分莫名其妙，因为他说要家里把贵重的物品全都搬出房子，否则会被火雨烧毁。奎格利这番话的确让常人难以理解，他的父母也没有非常重视，反而开始准备派对，庆祝女儿能开口说话。在派对上，奎格利表现得十分平静，似乎一切都与他无关，而他的父母还将女儿的第一句话当成笑话讲给朋友和家人们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奎格利却开始激动起来，他发疯一般将桌子上的蛋糕和食物以及一些贵重物品向院子外面丢，这吸引了大家的注意力，也纷纷向院子里赶去。当大家都离开房子来到院子里之后，他们突然听到一声剧烈的碰撞声，随即他们就看到漫天火雨落在房顶上，只是顷刻之间，大火就淹没了整座房子。原来当时一辆油罐车在经过奎格利家时，突然车辆失控，撞到路边石头上，剧烈的撞击引起大爆炸，那些被点燃的油被抛射到奎格利家的房顶上，由此引发这场火雨。大家都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，如果自己现在还在房子里，那一定没有幸存的可能。而想到这里，他马上意识到自己幸存的原因，那就是奎格利的反常。同时他们也想到了奎格利的预言，一场火雨烧毁房屋。眼前的这一幕不就验证了他的预言吗？这件事让奎格利一战成名，周围的人都知道奎格利拥有神奇的预言能力。之前的缺陷儿童瞬间变成了预言天才，而奎格利也不负众望，每当人们向他求助，他的预言都能帮助人们解决问题，命中率极高。不过奎格利真正走上全国舞台，还是他和美国前总统里根之间的故事。美国前总统御用女预言家预言2024年亚洲最大火山或将爆发，这个曾影响了美国前总统里根一生的女人到底预言过什么？美国前总统里根的人生里有一位至关重要的贵人，据说当年他竞选州长的时候，很多人都不看好他，甚至连里根自己也失去了信心。就在这个时候，他的朋友给了他一位预言家的联系方式，这个预言家正是奎格利。两人初次见面时，双方都很惊讶，里根没想到这个神婆竟然如此年轻，而奎格利也没想到这个想要当州长的政客竟然如此年轻帅气。当然，两人之间并没有擦出爱情火花，反而在合作中极为默契。奎格利告诉里根，你会赢得接下来的比赛，而且是连赢2次。里根瞬间明白了奎格利的意思，但他当时并没有完全相信这种预言。而接下来的事实证明，奎格利是正确的。里根不但当选了州长，而且顺利实现连任。据说正是这件事后，里根对奎格利深信不疑。每当他有无法确定的事情，他都要向奎格利请教。里根本想聘请奎格利为私人顾问，但奎格利有自己的人生计划，他不想因为里根而打乱自己的人生。数年之后，里根准备向总统的宝座发起冲击，但首先他要成为共和党的党魁。这一次里根的支持率同样很低，但奎格利却表示，你的竞争对手会失去一条手臂，这条手臂会来到你的身上，所以你会顺利赢得比赛。这番话虽然有些奇怪，但里根还是被奎格利的话鼓舞了，信心满满的开始参加竞选。或许正是因为这种自信，里根赢得了基辛格的青睐，而基辛格则是里根竞争对手福特的左膀右臂。基辛格投向里根，改变了双方实力对比，帮助里根赢得了竞选，并成功当选总统。在此后的时间里，奎格利接连预言到里根遇刺、里根连任、亚洲大国的改革开放、日本经济低迷的30年，以及苏联解体等等一系列大事件。后来里根在2004年因病去世，奎格利也开始回到老家隐居。
不过奎格利并没有停止预言，传说他将自己的预言都存放在一个里根送他的盒子里，每到新的一年就会拿出5条预言来警示大家。虽然奎格利现在已经去世，但他的5条预言却已经公布。那么这5条预言分别提到了哪些方面呢？第1条预言提到，在里根总统去世20年后，这片土地会出现短暂的白天变黑夜，白宫会迎来第1位女总统。这片土地说的可能就是美国，白天变成黑夜，有人说可能是天气气候的变化，但也有人说可能是总统去世。不过这件事和我们关系不是太大，其他4条预言才是人们关注的重点。美国最准预言家奎格利在临去世前公布了2024年的5条预言，提到海峡间的大火和亚洲最大火山爆发。他的话是什么意思？这位预言家就是美国最准通灵师奎格利。前面我们已经说完他的第1条预言，他第2条预言则说俄乌冲突会在第1年熄火，熄火的原因是3月天的一次大变故。不过世界的目光并没有集中在这里，而是在一座雪山线分隔的两边。随后人们会将目光放在月亮上，这一年会有3个手握权杖的人去世。而3月的大变故到底是什么呢？这个我们只能拭目以待了。不过奎格利表示，世界的目光会在雪线的两端，有人认为这可能是喜马拉雅山。随后他又提到月球，关于月球我们目前能知道的就是中国的探月计划，以及美国计划在2024年再次载人登月。奎格利的第3条预言则表示，他看到一条海峡之间会燃起大火，但很快就会熄灭。渔夫没有主动捡起海螺，因为海螺会自己滚进鱼桶之中。这个隐喻想必大家都能看懂。除了海峡，奎格利还表示，在非洲的土地上也会起火，但这把火会被红色的雨水浇灭。人口最多的国家会捡起这根权杖。还有第4条预言，其中提到 AI 的发展会把人类挤压到虚拟世界中，人类的寿命将与财富的多少挂钩。这条预言有一个好消息，一个坏消息。好消息是人类科技突破使得人们对抗疾病的能力大增，但坏消息是只有有钱的人才能享受这种待遇。还有奎格利的最后一个预言，其中提到自然灾害会发生，高热天气会持续很多天，干旱和洪水会在全球肆虐，地震火山的活动极为频繁，火山灰会和樱花花瓣一起飘落。这里似乎点到了日本，难道这是说日本的富士山会在2024年爆发？奎克利表示，这座火山爆发会导致一般土地被覆盖，还有一部分会被海水淹没。如果说真的是日本，那实在是太遗憾了。以上就是奎克利的5条预言，有传闻，有模棱两可的隐喻，咱们还是当故事听听即可。看到这里，您有什么想说的呢？欢迎留言讨论，我们下期再见。